1962年1月13日，国民党空军黑猫中队一架152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秘密侦察大陆。14小时后，一份绝密情报送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手中。大陆西北沙漠地区存在庞大的疑似工业高台架构。后续侦查进一步证实，大陆正在研制原子弹且即将试爆，这让一心图谋反攻大陆的蒋介石深受冲击。面对大陆即将拥有核武器的现实，他陷入两难境地。这一天本是美国中情局首次与台湾合作派遣152侦察机侦察大陆的日子。起初蒋介石对美国提出的任务兴趣不大，只要求飞行员前往奉化溪口拍摄老家照片，却没料到最终等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在研发核武器的确凿证据。蒋介石之所以震惊，是因为中国最早计划研制原子弹的人正是他。而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种子计划就已启动，最终却被中国共产党赶超。1945年8月，美国在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公开了史麦斯报告。蒋介石对此格外关注，立即让人将报告译成中文，并找来军政部次长于大为探讨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于大为时任兵工署署长，精通弹道学，他通过亲戚西南联大教授曾昭伦的介绍，结识了有中国物理学之父之称的吴大猷。很快，国民政府汇聚了曾昭伦、华罗庚、吴大猷等一批顶尖专家。1946年6月，国民政府秘密成立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同期，美国将军魏德迈透露愿意接纳中国人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蒋介石随即拨款10万法币，资助这些科学家前往美国。当年9月，华罗庚、吴大猷等人乘坐美国将军号从上海出发，种子计划正式起步。然而这些科学家刚抵达美国，就得知美国反悔了，原因是美国调停国共内战失败，担心大陆政权更迭后核技术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因此不愿让外国人进入美国和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内战爆发导致国民政府国库空虚，根本无力承担和研究所需经费，蒋介石只能将种子计划搁置。1949年底，蒋介石退守台湾，此前赴美学习的科学家也行散各地，种子计划彻底停滞。退守台湾时，原兵工署少将副署长唐君博成了蒋介石的王牌。唐君博一直追随蒋介石，主持了大陆兵工厂迁往台湾的工作，深得蒋介石信任。1949年淮海战役溃败后，唐君博向蒋介石建议退守台湾，并提出台湾海峡比英吉利海峡更宽阔，而中国共产党缺乏先进的海空军事力量，难以突破海峡防线。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20世纪50年代，台湾获得美国军事援助后，1961年2月，蒋介石命令蒋经国与美国中情局合作，在桃园成立黑猫中队。该部队专门负责刺探大陆核武器与导弹研发的相关情报。到60年代初，大陆西北地区的可疑工业设施逐渐增多，美国确认大陆有可能在1-2年内研制出原子弹，因此陷入坐视不管还是主动打击的两难抉择。蒋介石也急了。1963年9月，他派蒋经国前往美国，提议由台湾派出300至500名突击队员空降大陆，摧毁大陆的核设施。但2个月后，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继任的约翰逊总统担心刺激中国共产党介入越南战争，因此对大陆核问题采取消极应对态度。蒋介石虽焦虑万分，却无计可施。约翰逊认为，在苏联撤走援华专家后，大陆的核开发工作会陷入困境，因此无需急于应对。但蒋介石坚信大陆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核计划必定会成功。他多次向美国中情局副局长克莱恩表达不满，并暗示若美国不愿介入，台湾将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解决问题。既然美国选择袖手旁观，196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年会在维也纳召开时，蒋介石派唐君博参会，其真实目的是接触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大卫·伯格曼。伯格曼有以色列核计划之父之称，20世纪50年代曾与法国合作开展核研究。蒋介石看出以色列在核研发过程中缺乏资源，便提出愿与以色列合作。唐君博果然成功邀请伯格曼前往台湾。伯格曼秘密抵达台湾后，蒋介石在日月潭与他进行了为期3天的秘密会谈。伯格曼将以色列研发核武器的过程全盘告知。蒋介石兴奋不已，认为只要复制以色列的经验，台湾就能拥有核武器。1963年秋冬之后，他任命蒋经国、唐君博分管防务相关部门，正式重启台湾的核计划。可计划刚启动，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枚原子弹在罗布泊试爆成功，这让蒋介石深受刺激，随即加速推进台湾的核研究工作。1965年，台湾在台北成立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聘请伯格曼担任顾问，任命唐君博为筹备处主任，
推进代号新竹计划的核研发项目。该计划本质是复制以色列的核武器研发模式，前提是以色列能向台湾分享相关技术与图纸。随后，台湾派遣军方科技军官前往美国进修，这些人需先参加语言训练。蒋氏父子没有察觉的是，美国早已埋下地雷，通过训练表格掌握这些军官的背景信息，再在他们赴美期间进行拉拢收买。1976年返回台湾的核工程博士张宪义，就是当时被美国盯上并成功收买的人员之一。当时的中山科学院汇聚了台湾的顶尖科技人才，蒋介石对此信心十足，经常前往视察。有一次，他看到科学院门口一座火箭造型的储水塔，还举着拐杖问道：“这是不是我们造的原子弹啊？”1964年10月16日，中国大陆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消息传到台湾后，蒋介石深感安全压力，随即决心在台湾秘密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他暗中联络以色列核武专家埃里希·伯格曼，启动了以核武研制为核心的新竹计划，试图通过外力技术支持加速核武研发进程。然而，这一秘密计划并未维持太久。1968年5月，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突然刊发深度报道，曝光了新竹计划的存在。报道不仅详细披露了台湾核武研制的技术路径、人员配置等关键细节，还精准分析出蒋介石在中山科学研究院内部的相关部署。这篇报道如同美国对蒋介石发出的红牌警告，直接将台湾的秘密核计划推向国际视野，也让蒋介石陷入被动。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内部的反对声音也随之涌现。物理学家吴大猷曾受蒋介石委派赴美深造，专攻核物理领域，对核武研发的成本与风险有着清醒认知。在台湾当局召开的内部会议上，吴大猷直言不讳地指出，研制原子弹不仅会拖垮台湾本就脆弱的经济，还会让台湾陷入国际孤立，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安全后患，绝非明智之举。他的观点与国民党军方科研官员产生激烈对立，尤其是在与军方科研负责人唐君博的争论中，吴大猷更是当面反驳对方，强调不懂原子物理就不要妄加评论核武研发的可行性。此外，曾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也通过相关渠道表达反对意见，认为台湾不具备发展核武的客观条件。这些反对声音让始终将核武视为自保与反攻大陆王牌的蒋介石极为恼火。面对国际舆论压力与内部反对的内忧外患，蒋介石一度陷入两难境地。就在此时，以色列专家伯格曼却向他进言，可借助美国的部分民用核能技术降低研发成本，且核武研发能带动台湾军工产业与重工业升级，不应受外界干扰而半途而废。为增强蒋介石的信心，伯格曼还专门邀请唐君博赴以色列参观其核设施。唐君博返台后向蒋介石提交报告，宣称台湾若借鉴以色列经验，可在短期内具备快速制造核武的能力。这番话让蒋介石重燃信心，他随即决定将新竹计划由明转暗，以桃园计划为新代号继续推进。为躲避美国监控，他将原属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核能研究所划归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管辖，同时任命台湾大学校长严振兴挂名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营造科研机构仅从事民用核能研究的学术假象，试图掩盖核武研发的真实目的。核武器研制的核心难题之一是获取武器级铀235。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制造一枚原子弹约需200吨含有235的矿石作为原料，且需经过复杂的提纯浓缩流程。1971年，台湾当局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失去联合国席位，陷入国际孤立。与此同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也面临国际社会制裁，同样处于孤立状态。基于相似的处境，蒋介石父子与南非当局达成秘密合作协议，形成台湾出资、以色列出技术、南非供应油矿的三方合作模式。为规避国际社会对核材料运输的管控，台湾当局专门调配海工号船只，将其伪装成前往南极海域捕捞南极虾的渔船，多次秘密从南非运输有235矿石返回台湾，为核武研发提供原料支撑。197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白宫提交专项报告，明确指出台湾若按当前进度推进，5年内会具备制造原子弹的能力。事实上，美国对台湾核计划的监控早已有之。中山科学研究院内 90% 的科研人员有赴美留学或进修经历，其中不少人被美国情报机构纳入监控范围。台湾核计划的关键进展几乎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1975年，蒋介石病逝，不久后，以色列专家伯格曼也相继离世，蒋经国正式接手台湾地区事务。相较于蒋介石，蒋经国在核武研发上的态度更为激进。他不仅延续了原子弹研制计划，还提出同步研发导弹与核生化武器的构想。不过，为避免过度刺激美国，
蒋经国曾对外公开宣称，台湾已具备制造核武的技术能力，但不会主动研发，未来反攻大陆只需美国提供物资支持即可，试图以此缓和与美国的关系。1977年，吉米·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对防核扩散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将阻止台湾发展核武列为对台政策的重要内容。卡特政府随即派遣专家小组赴台，直接进入中山科学研究院核设施内部，拆除了用于铀浓缩的关键设备与已提纯的浓缩铀，并在核设施周边安装监控设备，实时监控台湾的核能研究动向。但蒋经国并未因此放弃核武计划，而是提前留了后手。他下令维持中山科学研究院的预算规模与人员编制不变，将核武研发团队拆分成多个小型小组，将核心研发工作转入地下设施，采取地下化、化整为零的方式继续推进，甚至利用部分民间企业的厂房作为掩护，躲避美国监控。1978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为稳定台湾内部民心，蒋经国曾短暂开放中山科学研究院部分非核心区域供公众参观，试图营造科研正常化的氛围，但私下里仍未停止核武研发。而对蒋氏父子而言，在失去美国军事保护的背景下，核武器已成为他们眼中反攻大陆的唯一希望。到1987年底，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台湾的核设施已具备一定的武器及铀浓缩能力，距实际制造出原子弹的技术门槛仅剩1-2年时间。然而1988年1月12日，中山科学研究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在中情局的协助下，携带台湾核武研发的核心机密文件叛逃至美国，并向美方全面披露了台湾核计划的最新进展。次日，蒋经国因心脏病突发吐血身亡，享年78岁。台湾地区的权力交接陷入短暂混乱。1月15日，美国政府联合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派遣工作组赴台，对中山科学研究院的核设施进行全面清查，拆除了用于核反应的重水反应堆、铀浓缩设备等关键设施，并封存了剩余的核材料。至此，蒋氏父子耗费数十年心血，历经多次波折的核武迷梦彻底终结。1998年，已在美国定居的张宪义通过传真向台湾联合报发送声明，称台湾核武计划的终结对美国与台湾而言是双赢结果，还表示自己早年虽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参与核计划相关工作，但始终坚守绝不协助制造核武器的底线，最终促成计划终止。